月光照亮一室，须臾时暗时明，应是外面起了风声，牵动了月前的云。魏无羡动动身子，余光瞥见蓝忘机的墨额落在地上，便动身起来，披了榻边不知是谁的一件中衣，将云纹墨额捡起，然后仔细的叠好，拿在手心端望，又去望榻上脸孔被月光照亮了一线的蓝忘机。他望着望着便出了神，不知过了多久，静夜中突然传来一声犬吠。魏无羡的手一抖，差点没拿住墨额，几乎就要跳上榻，钻进蓝忘机的怀中。又听夜里一个声音隐约道：“仙子，噤声。”犬吠化作一声呜咽，立即不叫了。魏无羡这才喘过气来，又听金陵在外面的街上道：“我让你找他们两个，你在这儿打什么转？”沉默一刻，金陵又叫：“哎，你怎么又跑了？”夜中太静，脚步声自窗下过，渐渐地跑远了。魏无羡辨明那个方向，不住皱眉，捡起自己落在地上的外衣披上，思考片刻，望见房中并无纸笔，又返到榻上，低声道：“蓝湛，蓝湛。”事有紧急，他轻轻地拍了拍蓝忘机的脸。蓝忘机的眼眸睁开一线，魏无羡指着自己道：“我是谁？”蓝忘机格外低哑地说：“魏婴。”好。魏无羡点头：“我去就归，你不必担心。”蓝忘机说：“魏无羡还是不放心，不知蓝忘机这般醉了又醒，醒了又醉，究竟持续到什么时辰？再次问：“我方才说什么？”蓝忘机说：“你去就归，不必担心。”魏无羡急忙说：“对，你记住了。”蓝忘机说：“我记住了。”魏无羡将手掌在他眼睛上一遮，又在他颊上轻轻吻了一下，道：“继续睡。”说完，他轻轻地推开窗子，身子一荡，便如一片树叶般落到街上。他向金陵离开的方向赶出几条街，就见旁边窜出一个熟悉的黑影，肢体略有僵硬地与他并行起来。温宁说：“公子，我看到金公子向这个方向去了，你随我来。”魏无羡喜道：“你来的真是太好了，你跟近些，我跟着你。”温宁一愣，魏无羡又说：“金陵带着狗。”他们在夜里绕了大半座城，转到一条宽阔的大街上，前方有一处格外高的寺塔，飞檐在黑暗中沉默如雕。魏无羡攀到临近高处，身边空空，突觉温宁不见了，正欲寻找，长街尽头又是一声犬吠传来，当即让他软了手脚。魏无羡十分后悔方才怎么没有叫醒蓝忘机，让他同自己一并出来。正在魂飞魄散的时刻，他听金陵的声音道：“仙子闭嘴，夜半三更的，你是要把整条街的人都吵醒吗？”灵犬终于不再大叫，气氛却疏忽凝重。魏无羡一眼望去便知前方设了戒，还不待他从方才的恐惧中集聚力气，出声提醒金陵。突听又有一个声音说：“不是说好我找城南，你找城北，怎么找到这里来了？”魏无羡愕然，那声音之中有些他再熟悉不过的不痛快。沉默一刻，复作凝重起来：“怎么？”金陵说：“此处有些古怪，仙子叫得好凶。”灵犬奋力扒着墙根，闹出了不小的动静。街上光亮一闪，一张符篆无烟而焚，烧出碧蓝的光亮，火光照亮少年极度年轻的脸孔。魏无羡自高处一望，慢慢地呼了出很长的一口气。那是蓝云恒。蓝云恒说：“灵犬有感，该是设了戒。”金陵说：“谁知道搞什么鬼，我们进去看看。”蓝云恒沉默，魏无羡也沉默，却是因为无可自抑的紧张。他突听蓝云恒问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那张符篆一边燃烧，一边悠悠地升到高处，照亮了朱漆高门之上的一方匾额。蓝云恒仰头，借着那光，一字一顿地读道：“观音庙。”蓝云恒站在一棵树下，看着自己的手。雨停了，天色将明。黎明时吹来的风偶尔晃动枝桠，枝叶间蓄着的雨水落下，细碎明亮如星辰。耳边疏忽有个声音道：“思追儿和温宁走了。”蓝忘机的声音道：“魏无羡的声音说：“那阿夏呢？”蓝云恒闭了一下眼睛，反手从衣襟中掏出一面小小的玉令，放在唇边低语一声，灵力注入，其间的传声符咒便断了。几个时辰前他还在观音庙，夜色沉得像是在人的眼睛里注了墨。金陵探门，其后无人回应，只有仙子那灵犬在他们脚下转来转去，
不住扒着墙根。金陵脾气急，没心情查探其中蹊跷，袖中飞出一道细锁，悬在院墙一角，手中用力拉了拉，确定稳妥，便开始攀墙。蓝云横叹了口气，待他爬上一半，也拉住了绳索垂下的一端。那枚照明的符咒本在与他肩头极高的位置漂浮着，快要燃到尽头，照得他眼前一亮一灭。金陵身法轻盈，几次借力便攀到最高，一手摸到院墙顶端，正要一鼓作气翻入墙内，突听高处有个声音道：“金陵阿下快跑！”符咒燃烧至尽头，光色一跳，旋即熄灭，黑色重新落入他们的眼睛里。金陵的手一松，头顶正有一只羽箭嗖地飞出，擦着他的脑袋，狠狠钉入一街之隔的飞檐之上，打掉了突出的木雕。下一刻，似有千百支箭矢呼啸撕裂空气，却是向另外一个方向飞去。金陵与他落到地面，互相对视了一眼，眼中俱是惊疑。蓝云恒想起方才那个声音，下意识地道：“跑！”金陵如梦方醒：“跑！”他要照灵犬，呼哨几声，才发现并未有回应。蓝云恒急急忙忙地拉着他向他们来时的方向走，还未走出几步，身后两扇原本紧闭的大门轰然洞开，壮壮火光如河流涌出，照亮原本漆黑如凝的夜。蓝云恒愕然回首，院中僧人的脸孔和剑锋满是阴沉，火光照在剑上，金属的反光中映出他的眼睛。他与金陵被逼着向院落中走，方才走过几步，照明更盛，刺得蓝云恒微微撇开头去，听到金陵低骂了一声，然后是一阵脚步。他们的眼睛渐渐适应了光，自然也就看清面前的几个身形。金陵迟疑着，眼睛在那几张脸孔上转来转去，最后喃喃一声：“小叔叔。”蓝云恒低低地吸了一口气，跟着道：“宗主。”脸方尊：“你好啊，阿玲。”金光瑶说着，听起来还是笑眯眯的。这边这位小朋友，我应当也是见过的。蓝云恒愣了愣，突然想起很久之前一个几乎褪色在金陵台上的夜。金光瑶又说：“魏先生不说点什么吗？”蓝云恒豁然抬头，魏无羡站在金光瑶身边，脸色说不上是好，也说不上是不好。他看了看金光瑶，好像在说：“我有什么好说的？”金光瑶不以为意，又很有深意地笑了笑。魏无羡眉毛皱得很深，他的视线短暂地落在蓝云恒身上，眼睛不着痕迹地动了一下，转而看向金陵，叹道：“你这孩子这么晚带着狗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金陵不答，只哼了一声。夜前蓝云恒来时，正遇到金陵与江城吵出一片地动山摇，莲花坞的仆从围在厅堂外，蓝云恒自外廊下快步经行，仿佛与他们相隔一条无形的河流，但那无形的屏障转瞬在一声巨响中碎裂。蓝云恒抬头，见到金陵用力拽着仙子走进院中，脸侧河畔还挂着几道隐隐约约的指痕。